这次发布会真的是猛猛对料啊！Suki Ultra有没有小伙伴要马上下单？我暂时是没得换了，还是专心看看15吧。安卓小屏旗舰是谁先玩起来的？那肯定是从小米嘛。从12开始，小心试试水。虽然正好踩中骁龙8这个重量级，后面13、14换上靠谱的处理器之后，那给用上们馋的呀。这不 ，OPPO 缩小了尺寸 ，vivo 直接拿出了一个全新的型号。结果我很难想象，一向在配置上面喜欢赢的小米，这回反过来居然开始走体验了。或者也不能这么说，今年的旗舰机都开始玩体验了，有点返璞归真的味道。这点从全新的 HyperOS 2.0能看出来一些端倪。先来看一下外观，我觉得小米15绝对是狠狠地克制住了欲望，造型变化幅度跟 iPhone 差不多，同样是6.36英寸，在正面终于做到了4面等宽，而且是这一波旗舰里面最窄的，甚至黑边比 iPhone 16 Pro 还要再窄一些，背板更平，边框更直，更果味。但是中框这里它做了点倒角，更重要的是摄像头并没有变大，占满整个背面。本来小屏的尺寸就很拮据了，手指总得有点生存空间嘛。如果在画质和手感里面做一个取舍的话，你会选什么呢？为了让这一台小旗舰体验不会太降级，它甚至还吃上了14全系都没有的超声波指纹，连带着把4、5代都没有变过的解锁动画给改了，甚至连充电动画都变了。这难道是小米真悟了？澎湃 OS 2里面那更是大变化，这次是不敢说站起来了，还有点时间验证，但最起码是蹲起来了，因为他们这一次修了点，还加了点，更重要的是好像用心了点。这说起来有点乱啊，不如我先聊聊看我最喜欢的壁纸功能。从 HyperOS 开始，小米就加入了一个国里国气的壁纸功能。这些模板只要是个比较清晰的照片，效果都还很不错。如果是带人带猫的，还有景深遮挡，甚至还能搞点玻璃啦、磨砂啦之类的效果，随便折腾折腾都贼有感觉。一张静态的壁纸差点意思，那可以让小米 AI 成这样。而且很反常识的是，非实拍的壁纸效果反而有一种离奇梦幻感。甚至你的视频壁纸都可以跟时间交互，变成这样。可以这么说，我觉得 HyperOS 是我用过的机子里面最容易设置出好看壁纸的手机。再配合这一代的全屏息屏显示功能，到手的小伙伴一定要打开息屏显示里面这个和锁屏样式一致的选项，这是真下了功夫的。无论你的照片加了什么效果，还是来了消息通知，所有的界面都是无缝切换的。放在桌上，这样的息屏效果值得我多浪费点电。我发现最近的一次更新里面啊，这个锁屏就已经不会误触了。你看这是14，它长按了之后就会变成这样。要是你哪天你从口袋里面拿出来，就会一脸懵逼，什么个情况？但现在呢，它就是这样子的，长按之后会出来这个，你点一下这里，它才会进到这个界面里面。摇壁纸是不是很无厘头？其实 HyperOS 2有一点好，就是他们没有把很多东西另起炉灶，而是继续优化。先看看好的，如果用过14 Ultra 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只要点多几个软件，真的是分分钟 bug。但是15。再比如焦点通知，没错，他们还是没有上岛，而是继续用左边这个小小的。我觉得有自己的特色其实挺好的，上岛只是有个作业抄而已。现在支持的范围和功能都要比原本要稳定一些。这么说吧，之前澎湃的焦点通知，我能看到它都是个惊喜，但是改了，不全改。焦点通知开关的位置还是非常的隐蔽，而且这个开关，关是一定不，开是不一定，能懂我意思吗？哦，对，我还想吐槽一下，那个上滑搜索里面还是一坨的广告，什么微博热搜啦，搞得又卡又乱的，能不能弄整洁一点？负一屏已经被各家玩废了，搜索就留个净土吧，帮我艾特一下那个男人，好吧？这些小功能有点意思，但不够新。真正新的是今年大家都在玩的 AI， 都立志在苹果 AI 进来之前占一下先机。但是 AI 这个词实在是太空泛了，还是得具体看看。现在小爱膨胀了，变成超级小爱。扪心自问，小爱其实是最适合做 AI 的，毕竟小爱嘛。
新的整个 UI 都在暗示你我是能够识别屏幕的，快来试试看。其实别说这几个端出来的新功能，我感觉效果都挺有意思的。就比如说视频，现在已经缝合进来了，选词什么的就不用说了，小红书的地址直接点击导航到这个地方，如果有图片看不懂，圈一下它就会告诉你这是啥。然后记忆功能也还行吧。你先说一句我的耳机放在客厅了，等找不到的时候你就问我的耳机放哪儿了，耳机放在客厅。再让我觉得最惊艳的地方还得是这个，导航到这里，出发，全程33公里。好用的时候效果是真的不错，尤其是导航这个，真的有点让我摸到方便的感觉了。当然，现在的这个 beta 版还比较初步，比如说大模型的老毛病很明显，就算是同一张图，一会儿它能说出型号，一会儿它又认不出来了，实在是令人摸不着头脑。哦对，即使是说出型号的那一次也说错了。再比如，它可以记住你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，但触发条件有些机械。我说记一下耳机放在客厅了，它会说记住了。但如果我说记一下 Anker X3放在客厅了，它直接破防。刚才我试了一下啊 ，vivo 这边问是啥车呢？你看，它能说出来这是一台 R7，还给我整了一堆有的没的。那小爱这边它就直接，苏7。不过 beta 版主打一个前瞻，其实能够看出来好用的时候，体验是真的非常的不错。现在大家都到了对 AI 和大模型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只有踏踏实实，才不会被拉开差距。用机械的句式走捷径，短期或许没有问题，但是长期来看，总会有露馅的时候。不过从这一次澎湃的更新态度来看，貌似也误了。据说他们还想搞一些，比如一句创建米家自动化、通知摘要这些。米家和生活中的主动建议也打算继续推进。那这样，再等个1年之后，我们来看看谁还能乐。回到手机本体来说，拍照硬件升级很不小米，但体验很小米。这回的硬件可以理解为几乎没什么变化。长焦虽然换了一个新一点的传感器，焦段却变短了。不过小米自从徕卡模式以来，效果又特别，出片率又高，好像也没有啥变的必要，反倒是体验着实是搞了点小惊喜。一个个来看啊，其实长焦虽然缩水了，但配合新的 AI 算法，效果其实也不会差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高频纹理，分分钟反杀。不过涉及到文字的时候，有时候 AI 算法就会乱猜。这个时候就建议把 AI 嘲讽给关一下。其他正常时候的样张评价是米味。很稳定，很容易出片。在15这代之前 Ultra 才有的街拍也给下放到了标准版上面，也有点意思，因为它这个抓拍速度我愿称之为 T0。上机 ，OK， 拍完。这不比苹果的3次握手靠谱。Live Photo 照常更新，跟上主流，这正常。小米嘛，功能肯定都会上的。但从最广到最长焦，再到开启 AI， 它全都能拍 Live Photo， 这个覆盖面是3家里面最全的。甚至徕卡生动和经典对应的 Live Photo 效果也不一样，而且拍完之后，它不但可以编辑声音、正放、倒放，甚至还可以导出成视频或者是 GIF。居然从体验切入，这还是我认识的小米吗？而且可别觉得科技树点歪了，这 Live Photo 和 HDR 照片应该是今年大家都要努力打通的东西。虽然没人声张，但现在带 HDR 的照片用微信发到最新的旗舰上面，甚至包括苹果手机上都是可以直接看到 HDR 效果的。如果哪天能够实现 Live Photo 传输自由，就像吃东西不能没有嗅觉一样 ，Photo 如果有 Live， 谁又会拒绝呢？Searching for something that ain't lost. 今年旗舰集体扩大电池，小米当然也大了，5200毫安时，虽然跟 Pro Mini 还是有些差距，但跟自己比还是进步很多了，比14 Pro 都要大不少。充电15分钟就能充49%，而且关键是啊，之前小屏旗舰老有个问题，本来电池就怕满放满充，但是电池小不得不满放满充，久而久之，这个电池健康根本就受不了。我们手头的 Mini 74%的电池健康，本来电池就没有多大，现在直接超级电容了，所以其实达到这个电池大小以后，小屏旗舰我觉得才真正值得推荐一波，最起码使用寿命是 OK 了。憋了这么久等来的骁龙8A Lite， 是的，这一代又换了个名字，也算它有点道理吧。毕竟这一代是高通真正的自研 CPU 架构，实力确实有点东西。今年小米15的感觉虽然好像没有什么独占的新功能，也没有特别令人振奋的硬件升级，但是拍照依靠下放和 AI 改进了，电池也对上去了，屏幕也终于4边等宽了，新的处理器能效比非常强，发热也没有那么严重了，手感还是那么好，看起来区别不大，实际上呢好用太多了。
所以这台机子给我什么感觉呢？有时候克制对调才是真正的科技美学。而且今年多亏了高通和天玑，可以算上是手机大年了。3家旗舰我真的是哪个都想用，一个拍照很强，一个 AI 很顺手，一个手感特别好。好了，那现在这3家安卓旗舰，小伙伴有什么意向了吗 ？OK，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切蒂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